爱妃，这漫天烽火可比那上元灯节好看100倍。陛下就会哄人家。将军，我们5天连破大梁10城，将士们的血还没干。尔等随我征战10年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可曾想过，我们的命在皇帝眼里不如一个女人的一笑？那这昏君的江山我们不护了！30万北凉铁骑听令！尔等的存在本身就是谋逆，这江山我徐北辰要定了！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点燃12座烽火调我们回京！徐爱卿辛苦跑这一趟，没事了，你们回去吧。镇北大将军徐北辰擅自兴兵，劳民伤财，着令立即撤军谢罪。钦此。放屁！我们马上就要踏破大梁首都，收复旧山河，凭什么撤军？徐将军，陛下已经连下3道圣旨，你却迟迟不动，是想抗旨吗？我们与北莽大战在即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来北凉大营羞辱将军？各位将军，是要陷徐排与臣于不忠不义之地吗？陛下仁慈，饶了你先前抗旨之罪，现在只召你一人回京谢罪。徐将军，还不速速接旨？仿佛来自九幽地狱，仿佛这具躯壳在此刻被强制重启，果然和前世一模一样。功高震主，召我回京，就是要取我的性命。怎么？见了陛下金牌还不跪拜？你是想弃军往上吗？哼！他们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人拿捏的愚忠将军，却不知现在的我是来自异世的灵魂。徐田琛，我劝你乖乖跟我回京，不然别说你这镇北大将军的位置保不住，你麾下这30万北凉铁骑都得给你陪葬。你是在教我做事？主上亲赐金令在此，你敢？徐变臣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抗令？加害幕府要务，可是谋逆大罪！谋逆？那我就做给你看！检测到宿主成功处置宵小，系统激活，奖励天寿加身。将军，如今处置了来使，你还要回京吗？回京？我传令下去，回报朝廷，兵部侍郎黄陵勾结北莽，通敌卖国，企图祸乱军心，已被本将当场格杀。够啊！黄陵通敌，他蔡松作为举荐人，能脱得了干系？这是把刀架在了蔡松脖子上。大战在即，都下备战。记住，我们的刀要先砍向北莽，再砍向京城。遵命。天命加身，获得天命值加1万；统筹军务，获得天命值加500。天命值，原来是气运迹象化。
祈福。首次祈福完成，获得神级功法长生经，额外奖励修为灌体1次，额外奖励银将上身体验，曹操1次。长生经直接修炼先天真气，再也不用担心内息耗尽。还有曹操，有意思。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敢打扰朕睡觉，放肆！国事示警。会不会是我贪得无厌，让你左边右边？将军，北莽急袭！北莽主将的字居然这么秀气。哼，将军，北莽是下战书了吗？比战书有意思。北莽萧太后亲至两军阵前，邀我单独见面一叙。萧太后，那个执掌北莽10年的强者，将军万万不可去，这绝对是凶险之地。凶险之地又如何？他一位首领都敢亲临阵前，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让麾下儿灵笑话？天下英雄，唯我徐本辰耳。正好试试曹孟德的手段。王五，调20名亲军，让老刘跟我走。出发！情愿独自承受，我不知疲倦。会不会是我贪得无厌，让你说变得变？风韵犹存，果然是世间奇女子。徐玄琛见了我们太后，竟敢不行礼！婉儿，退下。徐将军，请坐。徐将军，大洋朝廷容不下你，不如与我北莽联手。攻城之日，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，与我平分天下。平分天下，我徐前尘从没有与人分东西的习惯，更何况我身后的30万北凉铁骑也绝不会答应。想要合作也行，先把侵占我大雍的疆土全部吐出来。将军就不怕北凉铁骑断了粮草，不战自负吗？我有30万铁骑，想要粮草，自然会自己去取。萧野，萧太后在北莽根基不稳，有不少老臣不服她，她要借我们的刀，除掉那些反对派。怪不得她一点都不急着劝降，这个女人心机太深了。正好，我也需要一场大胜立威，传令下去，3日之后全军出击，与北莽决一死战。黄武，此战全权由你指挥。遵命，定不负将军所托。宿主战前部署得当，获得天命值加600。等等，你找几个懂风水的将士，在北凉境内仔细搜寻，看看有没有古代大墓。啊，大墓？将军找这个干什么？筹粮草。曹孟德能靠摸金养100万大军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老刘，你随我进来。将军是想问武道境界的事儿吧？
不错。今日北莽那个袁公公是什么实力？法天境能引动天地之力，施展神通。不过这境界只是个参考。我一辈子只修龙象境，不修招式神通，照样能打法天境。那陆地神仙呢？真的能以一敌万？再强的神仙也挡不住30万铁骑冲锋。当年将军您不就硬生生吓退过一位北莽陆地神仙吗？原来前身这么猛。对了，老刘，传令下去，本将好梦中杀人，未得召见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入我营帐。曹某的智计果然好用。反了！徐北辰竟敢杀朕的钦差！他这是要抗命！陛下，皇陵大人遭遇不测了，求陛下出兵处置徐百辰。陛下三思啊！徐将军上奏说皇陵私通外敌，如今北凉正与北莽开战，咱们静候战果即可。若北洋败了，徐北辰自然该死；若他胜了，那是陛下的功劳。届时再召他回宫。他若敢抗旨，便是天下公敌。好，就依蔡丞相所言。丁宿主新兵北伐，获得天命值加斩杀北莽百户，获得天命值加30；斩杀北莽士兵，获得天命值加10。这么快就3万多了，够3次祈福了。祈福完成，获得天赋不屈，获得长生叶1滴，获得修为灌体1次。不对，老刘说顶尖武夫是要将某一道修至绝境，我的道就是长生经的生生不息。想要真正领悟生生不息，就得先体验真气枯竭的感觉。战场才是最好的磨砺场。老刘，备马，本将要去战场。让你说变就变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天寿值已达1万，可进行1阶祈愿。还是纯真的浪漫，不解的答案。祈法完成，你获得了天赋不屈，你获得了1滴长生叶，你获得了1次修为灌体机会。修为灌体，徐秋禅上次领略过了。疲倦，会不会是我太让我说就变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。大宗师之上，该是顶尖武者了吧？只要实力不差太大，区分无必要。只需要100名精良兵士，可干翻大宗师。熟悉的力量感再度涌来，
冲刷过四肢百骸，滋养一切，最终一切归于沉积。但这股力量，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。超出大宗师，该算顶尖了吧？可这明显不太对。老刘，你这关子卖的可真是时候。顶尖武夫，乃绝顶高手。达到绝顶，方能顶尖。陆地神仙也要被我耗死，这就是耗尽一切的感觉吗？美妙至极。老刘，飞马，本将要立即赶往战场。将军！一句的冒险，多想在你的身边。爱是纯真的浪漫，无知的将军，将军的奇迹！军中顶尖武夫何在？快来传内力！快来传内力！怎会如此？怎会如此？他本该后方静候凯旋，为何要出现在战场？将军他不准我等与他刚化。难怪，必死！因此，将军做出了他的选择，宁战死，也不屈死于牢狱之中啊！安排王武指挥，分明是战死谋划。我恨呐！朝廷陷害忠良，是他在做什么？30万男儿浴血，竟落得这般结局，这大洋朝堂怎配得上将军？将军没死，亦要踏入龙象境了。投身战事，或是为突破桎梏，若成，跻身顶尖。诸位将军，将军处于破后而立状况，必不会有事。将军在破后再立，好，造化命不该绝。盖世豪杰竟被朝廷逼至这般境地，谁知将军多少苦痛，怕是锥心泣血。老刘护卫回营，其余人等追击。这世界，我愿你放下所有。将军的伤势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。老刘都说了，这是破后而立，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王武将军，末将仔细想了，或许将军并不只是一心想战死沙场那么简单，只怕他更是要以战死，从而向朝廷表明忠心，从而让朝廷不至于牵连我北凉铁骑。王武这些人在议论什么？我已然踏入了顶尖武夫行列，迈入龙象境了。武夫从宗师在极短时间内踏入顶尖行列，几乎根本不可能。可我毕竟经历了2次修为灌输，又经历了一番舍生忘死的厮杀，却更像是水到渠成。可他将军一生英武，哪怕已对朝廷失望无敌，也在为我们北凉铁骑忧心忡忡。这八成是他们误会了什么。待会儿要怎么安抚这些将领？你们看，将军似乎动了，将军应当是快要醒了吧？且慢，将军曾特意交代过，他好梦中杀人。得，我突然有些不想醒。难道将军当真要梦中杀人了吗？王武，战况如何了？快说，战况如何？我北凉铁骑此次歼灭超过8万敌军，大获全胜。
北莽大军已经仓皇逃窜了。先前的战斗中，将军的身躯几乎千疮百孔，伤势骇人。可而今才刚一醒来，便挂念战事。将军为北洋铁骑当真费尽心力啊！只是将军可莫要再如此拼杀了。此战胜利，该为我带来多少天命值？你们随本将征战多年，又何必在这大营中做啼哭态？我北凉铁骑将士们皆可流血沙场，本将又为何不可？罢了，大战刚过，你们还需要打扫战场、整顿军务，速速整顿去吧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怎么样假装能快些赶回晋州城，本将为你们摆庆功酒。北洋铁骑再强，终究只是大军，不论今后是要抚恤伤亡，还是补充兵力，亦或如何发展，晋州城都会是立身之本。造反第一步，便是要让我从北凉之主成为大梁北境之主。算上第二次祈福所消耗的3万天命值，这一战总共为我带来了足足8万多的天命值，再加上之前首次祈福所消耗的1万天命值，也就是说，距离累积10万天命值，开启2阶祈福，只差不到7000了。将军而今未曾战死沙场，朝廷只怕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可将军怕是会为保全我们北凉铁骑，再度回京赴死。诸位若自认为是将军手足，便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天知道大洋朝廷还会对将军施展什么阴谋，他们更担心的还是将军会一心舍生取义，要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他们这些心腹辈株连。将军怕是不会听我们的劝告，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阻拦将军了。啊！再亲眼见到将军为他们涉险，只是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拦得住将军？待回到晋州城，我会立即将此事告知张将军和李思成，他必定会有办法。在此之前，诸位谁也不能将此事透露给将军。李思胜，这位谋士，在北凉铁骑阵营之中，几乎可成军师了。再加上坐镇晋州城的张云山，说不定当真能劝阻将军。徐北辰对于众将领的谋划并不知晓。此战积累之下，所剩余的5万天命值被我一并用上了。祈福完成，你获得了1滴长生液，你获得了1次修为灌体机会，你获得了太极拳，你获得了1次名将上身体验。长生液的效果，我已经深切体会到了。在油尽灯枯之时，只用了1滴，便让我生机焕发，而如今这2滴，便相当于只要不是对我一击必杀，那我就额外多了2条命。实际上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我便直接从宗师一跃成为了顶尖武夫，我都有些不真实感。等回头先问问老刘，这世界武道修为进阶飞快，会不会出现什么根基不稳的情况再说。将军，晋州城就在前方，云山和四圣已经带着守军出城迎接了。好，拿下晋州，我北凉铁骑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地。丁，你私设祭天祭坛，获得天命值加500。丁，
你私造龙椅，获得天命值加300。私设祭坛，私造龙袍龙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将军，怎么了？好家伙，这是要给我来一出黄袍加面啊！将士们的一片苦心，我勉为其难收下了。会不会是我一厢？此战大胜，积攒的天命值，终于可以开新一轮祈福了。太极拳，无数四九涌入脑海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集形意八卦太极于一体，阴阳变化，力敌天下。这不是公园里老大爷打的那种，这是超脱凡俗的武道绝学，借力打力，四两拨千斤，甚至能以对手之力为己用，不耗一丝真气。错过了你，就像错过这世界。长生经加太极拳，1+1远大于2。就算遇上龙象境顶尖武夫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一厢情愿，独自承受，我不知疲倦。会不会是我藏在不言，让说就变？我到底于谦，做了什么？于少宝。延安天者战！土木堡之变，力挽狂澜，保卫京师，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。有于少堂的智谋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曹孟德造我志气，于少堂赐我忠勇，这大洋天下也该变天了。什么？还要朕给徐秦云封爵？他不过是打了一场小胜仗而已。陛下息怒，龙体要紧。陛下，赏功罚过，方为君道。徐天臣收复失地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朝廷若不嘉奖，恐寒了天下将士之心。更何况北凉30万铁骑早已对朝廷不满，这也是徐天臣先前接连抗旨的缘由。不满？他们是想谋反吗？陛下息怒，正因如此，我们才要封赏徐北辰。此话怎讲？一来，爵位只是虚名，并无实权；二来，陛下可下旨召徐盆辰回国受封。如今大战告捷，他再无理由抗旨。若他敢不来，便是公然谋反，天下共诛之。妙计！那依你之见，该封他什么爵位？封王。什么？封王？只有重赏，才能让天下人看到陛下的恩德。而且，臣已得知，北莽太后曾密会徐前俊，欲封他为北莽王。陛下可将此事散布天下。届时，徐前若敢谋反，便是通敌卖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就连北凉铁骑也会与他离心离德。好，就依蔡青所言，传朕旨意，封徐北辰为北凉王，让他即刻回宫受封。恭喜将军踏入龙象境，跻身顶尖武士行列。老刘不必多礼，我刚入龙象境，对自己的实力还不甚了解。你看我现在的战力如何？将军走的是真气生生不息的路子，单论单打独斗，在龙象境中不算顶尖，但若是在大军之中杀伐，那便是如虎添翼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遇上同境界的顶尖高手，我顶多能自保。将军不必气馁，您才刚入龙象境，根基之扎实，老奴活了大半辈子，闻所未闻。哦，这么说，我快速突破，并没有根基不稳的问题。将军是在大战中破后而立，根基无比扎实。江湖上儒释道3家常有顿悟一步登天的例子，但都比不上将军这般稳扎稳打。太好了，
修为贯体没有任何弊端。将军，还有一事，江湖上的顶尖武者境界只是参考，有些人即便身处龙象境，也能斩杀陆地神仙。我明白，武道之路永无止境。再用一次力量强化，彻底夯实龙象境界根基。等我实力足够，便是前往上京之日。将军，将士们都已收拾妥当，随时可以拔营前往荆州城。天刚蒙蒙亮，30万铁骑如同一片极其庞大的黑色汪洋。听说了吗？将军最近好梦中杀人，可吓人了。嘘，别乱说，将军那是在修炼神功。还不是曹老板上身闹的，社死啊社死！将军，大军全部集结完毕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传令，大军开拔，回晋州城。晋州城将是我霸业的起点，不过眼下粮草军饷还是个大问题。将军，那就是晋州城。是云山和司晨，他们带着守军来迎接我们了。